我们来到了贵州赤水市的天台山，一条如羊肠般蜿蜒缠绕在山脊之上的小道映入眼帘，两侧悬崖峭壁林立，险峻与壮美交织的景色令人心生敬畏。当我们登上山脊，一座古老的寺庙华阳寺静静地屹立在眼前。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寺庙，在清末民初时曾香火鼎盛。在寺庙旁的绝壁上，还雕刻着一尊雄伟的丹霞石佛像，它慈眉善目，巍然屹立于山巅，仿佛默默守护着这片山川。这里山川壮丽，景色宜人，古寺、险道与神奇的石佛共同构成了天台山独一无二的奇观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贵州的赤水市，在这里的一处大山之巅上，建有一座寺庙。从远处的角度看过去呢，仿佛一座仙宫。大家看，就在我的身后。目前呢，有2条路可以到达上面，一呢是开车上去，二呢是徒步上去。今天呢，我们选择的是徒步上去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下面，哇，真的是非常的高，大概在数百米的高度。你们看这条路，非常的有意思，它是开展在这座山的山脊上。两边是没有护栏的，而且两边呢都是这种悬崖绝壁，行走在这上面真的是惊险又刺激。现在我们出发去到达寺庙那里。我们差不多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了。我们之所以走这条路呢，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条路非常的有意思，想给大家分享一下。看旁边呢，它是有一条公路的。车子是可以直接顺着这条公路开到寺庙那里。走这条路的话，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选择晴天，因为下雨天的话，这条路是有一点滑的。这个石梯子它是在石头里面一点一点的凿出来的，看一下它这个表面，特别的沧桑和古朴，已经风化的特别的严重了。表面都已经凹陷下去了。在那里有一个小房子，应该是一座小庙宇。看这些树木。在这么土地稀薄的石头上也能长这么大，真的是一个奇迹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供奉的是哪些，有2层。这些应该是出自民间之手，你们有没有认出他们是哪一位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这底下，这底下还有，这瓶子里面放着的是香油。虽然说看着没有多远，但是你走起来呢，却是相当的吃力。不要看今天是阴天呀，其实今天的天气闷得不行，我全身都已经湿透了。这些树木看着都没有发芽，好像是被烧了一样，都已经碳化了。可能之前被烧过，发生火灾过。这座山呢，被当地人称为牛背山，站上面就好像是站在牛背上一样。哇，这一段好惊险呀！
这两边都是悬崖绝壁，中间呢特别的窄，它的宽度刚好只够一人通过。这一段应该是整个牛背山最惊险的一段了。我们已经到达寺庙的山脚下了。这里居然还有一片竹林，现在我们还要穿过这片竹林。这边都被这些竹子给覆盖住了。哇，我们终于到了！这条路看着好走，实则呢，一点都不好走。这座寺庙叫做华阳寺。现在呢，我们带大家参观一下这座寺庙。华阳寺呢，它是始建于明朝，不过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寺庙，它是经过后面复建和扩建的。这边呢是一个客房，这底下呢是五冠堂，是一个食堂。我们直接去主殿去看一下吧。主殿的话还要从这里上去。这里呢就是主殿了，在这外面还放了有很多石头。这个石头呢叫做柱础，它是古代建筑中柱子底下的一个石质构件，它的作用是承重，同时呢还有防潮防腐、装饰的一个作用。看这上面还雕刻的有精美的图案。这些柱础呢，它是以前的老寺庙遗留下来的。这就是主殿了，上面写着大雄宝殿，我们去里面参观一下。这座寺庙的规模还是挺大的。这个大雄宝殿呢，和我们在其他大寺庙见过的大雄宝殿都是大同小异的，里面供奉都是差不多的。这个地方非常的有意思，它是两省的交界处。这边这个大雄宝殿呢，它是属于贵州的赤水，其余的它是属于四川合江县。在这个大殿的上面呢，有一个巨大的模样石刻，我们带大家下去看一下。底下呢还有一个石窟。哇，大家看，从这里看出去风景好美啊！底下呢就是赤水寺了。这里呢就是石窟了，看这个外面
崖壁上还在渗水。这个洞呢叫做神仙洞，看这崖壁上还凿的有佛龛，这里面供奉的有很多神像和佛像。这边3尊应该是弥勒佛。这个石窟整体呢就是这个样子了，不是很大，还是比较独特的。这上面就是摩崖石刻了，从这个角度呢只能看到佛像的侧脸。我们用航拍给大家看一下。这座山呢叫做天台山，这个寺庙呢它是建在天台山的山巅，底下呢就是赤水寺了。如果说晚上站这里可以俯瞰万家灯火。这座寺庙呢它是始建于明朝，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它的香火最旺盛。这里打卡拍照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总共有2个点，一个是现在我所站的这个位置，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经过的那个牛背山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